为什么过去的孩子哪怕经历过严厉的责打，抹干眼泪后依然能笑闹着长大，而现在的孩子稍微面对一点挫折，甚至只是一句重话，一个失望的眼神，就仿佛要在顷刻间支离破碎？为什么过去那看似粗暴的管教，在孩子的生命里只是一场必然会天晴的雷阵雨，而现在父母一次克制的指责，却成了一场毫无预警，足以将他们吞没的海啸？难道真的是基因在一代人之间发生了突变，还是如今的孩子生来就格外娇弱？这其实是现代父母心中最深切的焦虑与无力。我们既害怕传统的方式会不可挽回地伤害孩子，又绝望地发现各种温和的管教常常收效甚微。接下来的这一番波斯抽检，也许会颠覆你对脆弱与坚韧的常识认知。过去那个所谓能打的时代，打骂看似不会留下致命的创伤，并不是因为打骂本身是正确的教育方式，而是因为那时的孩子拥有一个无比辽阔的、完整的、属于他自己的情绪缓冲世界。那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？那是放学后漫山遍野无人看管的田野，是和街坊伙伴疯跑直到天黑才归去的安全巷弄，是兄弟姐妹之间毫无顾忌的打闹与自然而然的和解，是做了错事怕挨打时可以随意躲进去吃顿饭的邻居家的门槛，那甚至是父母因为忙于生计而无暇顾及的一种被忽略的自由。在那个粗放的年代里，孩子的情绪是有处可去、有地可容的。父母的一句暴怒责打，或者一根落下的竹条，只是他广袤世界里的一阵雷雨，雨水淋湿了他，但他可以立刻躲进旁边的屋檐，或者干脆在雨停后继续在属于自己的旷野里奔跑、喘息、自我修复。外部的世界足够大，大到足以稀释掉家庭内部的冲突。而现在，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看今天孩子的世界，那是一个被高度关注、精心照料的无菌室。从学校的课堂到周末的兴趣班，从电梯紧闭的公寓楼到车门紧锁的私家车，他们生活的动线被极其精准的规划与设计。从每一次考试的成绩到日常待人接物的情商，表现被实时、全方位地评估着。我想起过一个关于光照的生物学观察，在自然界中，生命生长需要阳光，但也需要影子。阳光提供能量，而影子提供避难所。当一棵树只有一面受光时，它会在阴影里完成自我呼吸与细胞修复，那是它最安全的私域。而现在的孩子像是一颗被移进了无影手术室的绿植，头顶是几盏常亮的高功率灯泡，在360度全方位的强光照射下，影子消失了。影子消失意味着生命失去了躲藏的空间。当关注不再是滋养，而变成一种不留死角的审视时，生命会长期处于高度紧绷的应激状态。这时候，外界哪怕只是一点微小的扰动，都可能成为压垮这个曝光过度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让其内在的生理机制彻底瓦解。更可怕的是，孩子的整个世界就是父母目光所及的那个极其狭小的范围。他的情绪没有出口，没有角落可以躲藏，更没有旷野可以让他尽情呼喊。于是，我们这一代父母的一次责骂，一个巴掌，甚至只是一个冷漠的背影，就不再是局部天气的变化，而是直接击穿了他整个世界。他无处逃避，只能承受全部的窒息。所以真相并非是现在的孩子变脆弱了，而是我们带着过度的爱与掌控，拿走了他们修复自我的所有外部工具和空间，却还苛刻地指望他们能像当年在旷野里一样坚韧。我们曾傲慢地以为，凭借更好的物质条件、更先进的教育理念，我们可以为下一代建造一座绝对安全的堡垒。我们像一只极其负责的老鹰，盘旋在孩子的头顶，目光如炬，生怕他们踏错一步，生怕他们沾染上任何负面的情绪。
我们总是在他们即将犯错的前一秒介入，在他们稍微流露出失落时，立刻提供解决方案。我们以为这是一种高级的托举，直到有一天，当我们从他们疲惫不堪的眼神中看到那种深深的窒息感，才猛然惊醒。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注，并非滋养生命的阳光，而是聚焦在枯叶上的一把放大镜。炽热的光斑正在一点点烧穿他们内在的生命力。过去的孩子如果受了委屈，可以在回家的路上踢一脚路边的野草，或者在桥洞底下独自坐一会儿，那是物理空间上的缓冲带。而现在的孩子，在遭受到挫折的第一时间，就必须回到那个充满明亮灯光、充满父母关切询问的客厅。他们被迫在聚光灯下流血，没有暗处可以舔舐伤口。在这种透明的压迫感面前，再多的关怀，有时也会变成一种无形的逼问。过去的孩子在物质上或许贫穷，但心理上拥有大把无用的自由。那时的失败，仅仅意味着一件事没做好。现在的孩子，在物质丰富的背后，承受着不容失败的巨大期待。当他们在一次考试或比赛中落败，面临的不仅是分数，更是对父母巨大投入的愧疚，是整个家庭期待体系的坍塌。如果此时我们的反应是这点挫折算什么，这就等于在孩子本就漏水的情绪水箱上又砸下了一块巨石。因此，今天的教育与陪伴，其核心早就不能再是如何去惩罚，如何去规训，而是如何去连接。因为在他们羽翼未丰之前，你作为父母就是他全部的世界。你若不能成为他情绪的宽广容器，他那无处安放的情绪就会在逼仄的空间里倒灌，最终将他自己彻底淹没。那么，作为深爱着孩子却又时常感到精疲力竭的现代父母，我们该如何在这逼仄的现代生活中，为他重新重建那片失落的旷野？首先，学会一种慈悲的留白。下一次，当你看着那张糟糕的卷子，当你胸中那股名为焦虑的火焰即将烧掉理智时，请试着先转过身，走出那个房间。这并非逃避，而是一种最高级的保护。在这个空气快要凝固的瞬间，你不在场的这10分钟，就是孩子唯一能呼吸的隐身区。请把空间还给那个正不知所措的灵魂，让他不必在面对挫败的同时，还要调动全身的力气去对抗你眼里的失望。你的暂时撤退是在告诉他，即使你现在搞砸了，你的世界依然有可以安全停靠的港湾。其次，在水泥丛林里为他搭建一座灵魂的防空洞。现在的孩子太透明了，透明的令人绝望。请你在家里，哪怕只是一个角落，一把旧椅子，为他划定一个绝对的私域，告诉他，待在这里的时候，你是自由的。没有人会问你功课，没有人会审视你的表情，甚至没有人会要求你开心一点。我们要允许他拥有不被看见的权利，允许他拥有拒绝分享的秘密，就像我们当年逃进无人的田野一样。他需要这个角落来拼凑自己破碎的情绪，在不被打扰的静默中慢慢找回内在的秩序。最后，请放下教鞭，学着在大地上温柔地落座。当孩子因为挫折而崩溃时，请不要站在高处指点江山，而要蹲下来，甚至坐下来，去承接他所有的重量。我们要学会将那种锐利的评价系统转化为厚实的理解系统，不要去论断这份失败会通往怎样暗淡的人生，只需看着眼前的这一刻，对他说，我看到这份难过了，它真的很重。不要试图去修补它，而要试着去抱持它。当一个生命感受到它不需要通过变好来换取爱时，它内心的那个水箱便会因为你提供的宽阔而重新拥有了流动的力量。我们要明白，教育方式的进化从来不是父母的退让，而是人类文明的觉醒。那个看似因为一句重话就显得脆弱的孩子，其实是在用他的破碎向你呼唤一个更高维度的连接。他在无声的祈求，
请看见我的全部，包括我的软弱，请用你的智慧、你的宽容，而不是你的戾气来指引我。从今天起，让我们放下手中那把丈量完美的直尺，不再急于去修剪每一根旁出的枝桠，不再焦虑于每一片叶子的枯荣。我们要学着成为那片沉默的土地，在孩子扎根的地方提供厚实的承托。我们要学着成为那阵过境的风，不留痕迹地吹散焦虑的尘埃。修行不在远方，就在你开口前的那个停顿里，在你收回目光的那份信任中。最好的教育是如其所示的关照，是不着痕迹的陪伴。我们不再试图把孩子塑造成一个精美的盆景，而是让自己成为一处无边的风景。他在其中奔跑，他在其中跌倒，他在其中望向远方，而你始终在那里，向远山守着流云，向大地守着草木。当这份心境澄澈下来，你便成了他生命里最宽广的旷野。如果你也在这份宁静中照见了自己，可以将这份觉察分享给你的另一半，让爱在理解中化繁为简，让你们携手还孩子一片清净自在的天空。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